香港樓市由2021年高位到我拍片呢一刻跌咗近27%。喺度我隨手上網拎一篇新聞嚟睇，呢位業主仲勁蝕超過30%。同時喺呢啲勁蝕嘅新聞之中，仲有大量嘅網民去取笑你，仲同你講香港樓市有排跌。唔想相信網民嘅意見，去揾一啲樓市嘅專家，佢哋嘅答案都係睇跌。不如我哋試下睇下2025年樓價喺 YouTube 會有幾多嘅結果，有幾多個睇跌？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6個，好啦，咁多我都唔數啦。咁又有幾多個人睇升呢？唔關事，先升後跌，一個升，唔關事，唔係長升長有。冇啦，但喺呢度我大膽推測，2025年香港樓市要升8至10%，而專家睇跌嘅原因，不外乎都係經濟衰退、市民收入下降、股市未復甦、未來樓市海量供應、發展商都要劈價出貨。但係事實到底係唔係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預測樓價唔需要睇呢啲專家嘅意見。喺我啱啱開 YouTube 揾樓價嘅專家之中，我專登去揾過佢哋嘅資料。睇跌嘅分別會有學者、玄學家、程式交易者，仲有啲只係移民外國連樣都冇嘅素人 YouTuber。而唯一睇升嗰位朋友就係撈地產嘅。你要知道，人係有天性，只係會相信自己嗰方面係正確。你問一個唔睇好香港已經移民咗嘅人，佢梗係會認為香港唔好，樓價自然長跌長有。你問一個撈地產嘅，既然佢已經持有大量嘅物業，你又覺得佢會唔會想樓市長跌長有呢？但係喺樓市嘅走勢之中，只係香港樓喺二手市場嘅平均交易價格變化。只要你知道呢個交易價格係點樣走出嚟，就已經估算到2025年嘅樓價。所以我可以同你講，其實預測樓價你都可以用理性嘅方法嚟計。如果你都係新手上車，唔知幾時入市，或者喺之前高位賣出套現，而家收緊息上低位買翻嘅人，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因為我會喺呢條片毫無保留咁話俾你聽，近年樓市下跌同樓市即將要升嘅原因。你預期呢條影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並會扭轉你嘅思想。同時，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喺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分享唔同心法同技巧，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並揾到合適你嘅投資方法，令你走最近嘅路，更快達到財務自由。首先喺度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都能夠早日成為業主並達到財務自由。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如果你要了解樓價，首先我想同你講返香港樓嘅背景。香港作為一個地少人多嘅地方，土地資源自然十分珍貴，樓呢樣嘢更加係人類嘅必需品，因為人總要一個地方去居住。優質位置嘅土地自自然然就有價有市，加上香港人從來都係勤力同埋儲蓄能力高，同埋我哋亞洲人嘅傳統概念之中，更加係會喜歡擁有自己嘅天地。加上辣椒嘅限制，令投資者唔能夠入市，配合埋長期嘅低息環境，呢啲種種嘅因素加埋，令香港嘅樓市形成咗一個夠錢供得起就會買樓嘅獨特現象。所以買唔買到樓已經唔係只係夠唔夠首期嘅問題，而係借唔借到按揭同供唔供得起樓嘅問題。去到呢個時候，可能你會心諗，未來唔係好多供應咩？發展商唔係都要蝕買咩？但係要慢慢拆解呢啲嘅現象，我諗我獨立整多一條片都唔夠講。但係你又覺唔覺得土地供應不足講足咁多年，突然會喺呢幾年嘅樓市跌市之中會變咗做海量供應？其實呢啲都只係記者吸引眼球嘅做法。喺呢度請容許我純粹用價錢嘅角度去解釋翻樓市喺呢幾年跌嘅現象。翻入正題。
既然買樓已經係供幾多錢嘅問題，其實每個屋苑都有一個買家去衡量要供幾多錢一個月先合理嘅價錢。有較高收入嘅人自然會想地點住好啲，質素好啲，反之亦然。所以新同地點好嘅就會貴啲，樓齡大同地點遠離市中心就會平啲。喺度我將會用兩個10大藍籌屋苑做例子，分別係沙田第一城同嘉湖山莊，因為呢兩個屋苑都被稱為上車天堂，而且係藍籌屋苑，佢哋嘅成交比較多，而且偏差會比較細，可以更加有效地用佢嘅數據作出分析。以沙田第一城為例，以細兩房單位嚟比較，睇翻當時喺2021年9月樓市高位，睇翻嗰時嘅田土廳成交之中，扣除紅線嘅大兩房單位同埋藍線嘅價格偏離單位，普遍價錢係540萬至590萬。我取翻個平均數，大概係562.5萬。市值租金就係12,000到13,000蚊。當時係一個持續嘅低息環境，喺度我幫你計埋。當時如果要以562.5萬買入第一城細兩房單位，當時嘅 H 係唔到0.10，即係用 H 加1.5嘅利率去計，買家要還17,000幾一個月。好啦，我再用翻12月減息數據前嘅細兩房單位成交價，大概係415萬。喺12月成交嘅人，因為當時都係未減息，樓按利率係 P 減1.75厘，封頂兼實際利率係3.625厘，計條數出嚟，驚人嘅事情就發生咗啦。你會發現呢兩個時間買家供樓條數係差唔多。如果你計埋呢3年嘅管理費同埋差餉都升咗嘅話，你就會發現樓價跌咗近30%，總價差咗成百幾萬。新買樓嘅人供樓開支同雜費支出幾乎係同21年嗰時嘅人係一模一樣，就代表想買沙田第一城細兩房嘅人都係願意俾17,000蚊一個月嘅人。我講呢啲數據就係要解釋翻樓按利率對香港樓市影響係好大。由於港元同美元掛鈎，香港利率其實比美國嘅利率影響得十分之嚴重。美國喺2022年9月以嚟嘅加息，香港銀行都係有跟住加，但係一般人嘅人工就冇乜加，令用家嘅入市意欲欠缺。實際供樓利率差2厘，已經要成2-3成嘅樓價先可以抵消到，所以利率係可以大幅度咁影響香港樓市。可能你都覺得呢啲數據只係個別例子，而家我就用嘉湖山莊兩房單位做例子，睇翻當時係2021年9月中嘅平均成交價係561萬，而家個成交價係得翻381萬左右。可能你覺得只係用15,000蚊鬆啲就供到啦，我係用啲數字呃鬼你啫。但係喺度我有一個比較重要嘅資訊我係未講嘅，就係政府設立。香港政府喺2月底嘅時候完全設立，因為買完到田土廳要2個星期到1個月左右嘅時間，所以大概睇翻2月中到3月就係設立前嘅成交數據。你會發現設立之前嘅第一城兩房都係370萬至400萬左右，同而家嘅嘉湖細兩房係差唔多價錢。我俾埋嘉湖細兩房設立前嘅成交價你睇，都係370萬至400萬，代表嘅係嘉湖對設立係完全冇反應，而第一城就足足反彈咗近1成。個原因會喺邊度呢？就係個租金。一個物業投資客係有足夠嘅財力同埋知道買樓係要點計數，佢哋會專揀一啲供大過租或者供幾乎等於租嘅單位嚟入市。因為係呢啲情況，佢買完之後只需要將個單位出租，個租客會幫你供樓，仲要還埋本金。不但幾乎每個月嘅支出都係由個租客自己俾翻，個租客仲會不斷咁幫你還埋按揭嘅本金。而家開始咗減息週期，未來減息業主嘅供款額都會減少，但佢可能未來仲加個租客租，到時個業主可以賺得更加多嘅現金流。而喺收緊按揭同設立之後，出租樓都可以做7成按揭，所以我會用7成按揭比較租金嚟計算。而家嘅成交顯示，第一城嘅租金波動係有少少大，但係平均都係13,000蚊到。嘉湖只係11,000到12,000蚊。咁我用翻7成按揭去做比較，你又會有驚奇嘅發現。
用第一城嘅市值租金13000蚊，佢用市價415萬還3.625厘做按揭還30年，月供係13000蚊多少少。用嘉湖嘅市值租金去計算係11500蚊，市價係381萬，再用翻3.625厘去做按揭還30年，月供係12000蚊多少少。就正解釋翻點解第一城係會彈翻起，而嘉湖山莊係會冇反應。整體嚟講就係因為設立之前都係用家主導，長期嘅低息環境，用家多數都係夠錢就會買，加息而人工冇大升嘅情況下，導致用家唔可以入市，業主都只可以減價求售。長期嘅跌價令買家都紛紛繼續等跌，即使政府設立都好，其實都要有一定嘅值博率，投資客先會出手，即係供平個租先會吸引到投資客去買。因為投資客嘅錢係足夠，同埋目標都係清晰，佢哋計啱數就會買，就會令樓市形成一個真正嘅底部。而用家方面，好多而家根本仲喺度諗住睇定啲，喺熒幕前嘅你更加有可能係佢哋嘅一份子，考慮緊樓市幾時見底就會買翻。講到嚟呢度，我花咗咁多時間揾咁多數據去同大家解釋香港樓市，而唔係好似啲記者咁就咁拎個樓市跌，就拎一大堆原因去講辣椒失效，講到我長跌長有。其實你只需要知道背後嘅邏輯，就解釋到點解樓市跌咗幾年，同時解釋埋第一城點解設立之後可以逆市上升，而嘉湖只能夠橫行咁嘅因素。我做咗咁多數據，係唔係值得你喺下面俾個 like 同埋留言嚟支持下我，等我未來有更加多嘅動力去製作更多嘅片呢？不過你聽咗我講咁耐，可能你都會發現我仲未計未來樓市嘅走勢，就係因為我唔慢慢同你講翻個邏輯，係解釋唔到後續嘅表現。暫時喺呢一刻嚟講，都仲係靠投資者去支撐樓市市場。而用家係未必識計呢啲數，就睇下個市場走勢，再諗之後買唔買。我將個時間調翻去2022年9月，港銀喺呢個時候開始加息。雖然政府當時都減壓測去做應對，但係加息唔只係按揭嘅問題，而係供款嘅問題。不過當年冇人會預計到美國最後加息週期係20年嚟最高。同時由香港第一次加息到第一次減息，係足足玩咗2年。呢樣嘢係好多2022年嘅買家都估唔到。所以當年2023年有通關嘅憧憬之下，有一波少少嘅反彈，但係最後因為持續嘅加息，用家最後都係買唔到，業主都係要減價出貨，個樓市就繼續跌落去。即使個樓價跌到用家係買得到都好，用家見到係咁跌，佢想買都唔敢買。即使去到設立，但係未減息之前，投資客因為未計啱條數出手，唔知道美國喺呢個加息週期仲會有幾耐先開始真正減息，所以樓市都仲未見底。你發現到9月美國開始減息嘅時候，投資者紛紛去揾供30年7成按揭係可以供平個租或者係差唔多嘅單位入貨。慢慢香港樓就喺呢幾個月嘅時間不但企穩，仲要係微升。所以你要計2025年嘅樓價最低下限都好簡單，就係預計2025年年底嘅租金走勢同埋個利率會去到幾多，就會估算到投資者會用幾多錢去買樓。假設而家嘅租金係維持到年底，利率好似美國聯儲局講到咁夢幻，減3次去到3.75至4厘，咁估計翻香港最多都只係跟減到 P 等於5，實際按息係3.25厘。咁啱啱嘅例子就係第一城會係435萬，而家係415萬。咁嘉湖係400萬，而家係381萬，兩者都係大概升咗5%。而我講緊嘅係租金唔升，減息符合預期，用家仍未有興趣入市嘅時候所計算出嚟嘅樓價下限。喺度我再用啲特別啲嘅數據去推測租金。
首先講翻第一城喺21年嘅9月時候，市值租金係12300蚊左右，我當佢係12500蚊。而嘉湖同依家都一樣，都係11200蚊左右，我當佢係11500蚊。而租金比例我就用翻2021年同2024年嘅低級公務員薪金比較，因為政府嘅人工係比較公開，上網就好容易揾到記錄，而且比市場更加貼近通脹。而佢哋喺呢幾年嘅人工係升咗10.5%，我當租金嘅漲幅係追唔上，喺2025年底只係比2021年升8%，咁樣第一城嘅租金預測為13500蚊，而嘉湖就係12400蚊。咁用翻借7成按揭還30年，實際按息3.25厘去計算，投資者唔怕供多300至500蚊去推測，第一城個價錢將會係450萬，而嘉湖個價錢係420萬，係大概升8% 至1成左右。喺度我想再加翻啲歷史數據俾你睇。正如22年買家係估唔到加息週期係玩到2年咁耐，所以從來美國嘅議息數據都係估佢唔到。喺23年年底嘅數據都顯示有超過一半機會喺24年嘅9月減到4至4.25厘，去到2025年1月嘅今日，多數人都係認為喺25年嘅12月先會減到4至4.25厘，所以呢啲嘢真係聽下就算。同埋你都唔需要去理聯儲局佢哋講乜嘢，睇翻數據喺2024年5月嘅時候，聯儲局嘅鮑威爾話唔知減唔減息，通脹仍然過高。去到6月嘅時候，啲人又預佢2024年只會減一次息，只係減0.25厘。7月鮑威爾又話唔使等通脹達標先可以減息。去到最後9月，佢又話早知失業率會上升，就7月減咗息啦，一減仲減半厘。就證明呢啲説話聽咗嘅話，只係會令自己混亂，不如再睇翻個歷史數據好過啦。近3次嘅歷史都話俾我哋聽，加息係加得慢，減息係減得勁快同勁多。你當佢真係好似1995年減息嗰個方向咁樣走，個利率未來1年都只係打橫行，咁個樓市就係會打橫行，冇升跌。如果個利率跌得快嘅話，我諗1年都未去返低息環境嘅，但係樂觀啲都可以預佢去到2.5厘嘅實際還款利率，同埋加租8%，咁樣第一城嘅樓價用返啱啱嘅方法計算就會去到500萬，而嘉湖就會去到460萬，升幅可以高達2成，而樓價升返1成已經可以吸引返唔少用家入市，到時可能又會係一個新景象。當然呢啲只係一個樂觀嘅睇法，所以2025年嘅樓價其實你都可以計得到，但係租金預期同埋利率都係一個個人化嘅睇法，所以即使你同我用同一個計法，個答案都可以差好遠。例如你覺得美國要重啟加息，租金又會跌，咁樓價咪會跌咯。但係以我嘅睇法嚟講，我覺得保守啲，相信美國嘅減息步伐，但係租金升嘅情況下，2025年樓價係會升8至10%。同時你要知道，我喺2025年1月完成呢一條片，喺呢一個世界入面，其實冇人會有水晶球，我亦唔會準確知道香港樓市喺未來會走成點。究竟係啲多數嘅專家睇跌係啱啊，定係會符合我以上對樓價嘅假設，計到依家正正就係一個轉角位。如果你係用家，更加喺而家買到筍盤，根本都唔需要再怕樓市再跌1-2成。所以喺而家買樓個防禦力其實係極高，你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條片去了解更加多要點計呢啲數。不過2025年樓市升跌嘅答案都要等翻香港樓市市場喺年底嘅時候再將個答案話俾我哋聽，到時先會知我嘅假設同預計啱唔啱。如果我計條數唔啱嘅話，希望喺未來睇到呢度嘅觀眾留言，幫我指出翻我今日嘅觀點錯誤，但係嗰啲專家唔準嘅話，唔知未來又有冇人去追究翻佢哋呢？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成為業主並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